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美国战略司令部紧盯中国核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发射井只是个空壳游戏。据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网近日报道，美国战略司令部的高官于8月26号表示，美国正在关注中国整体性的核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计划。他重点关注的呢是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新建的导弹发射井。他强调，一些发射井可能只是一个空壳游戏，更需要关注中国新建的6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以及空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先进的指挥系统。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影响他人决策的综合防御系统，以避免被攻击的风险。美国战略司令部还将拥有高超音速常规洲际武器，具备对对方进行快速反击的能力。那么，所谓的高超音速常规洲际武器，实际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人就在研发，只不过不太成功。那么这样的武器实际上存在着2大问题。一个呢，你既然是洲际弹道导弹，那么你发射的过程中很可能被对手所探测到。那么一旦没有通知对方你是在做试验，而是突然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就很可能会被他的对手误认为你开始核大战了。于是呢，反击或者核反击这个按钮就有可能按动，这个结果是很危险的。另外呢，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测试的以洲际弹道导弹作为推进系统的高超音速弹头，2次试验全部失败，它们载入大气层的速度能够达到音速的20多倍，但是失败的原因至今没有搞明白。因为载入大气层之后如果你的飞行速度达到了音速的20倍以上，你就进入黑障了，外界对你的飞行状态没办法实时掌控，它所积累的相关的参数也没有办法发送给地面的测控系统。因此呢，最终这2枚高超音速弹头都不知所踪。那么显然，在研发超音速20倍以上的机动弹头，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美国目前这个难关还没有攻克，但是一旦研发成功了这样的武器系统，就具备了向对手进行快速打击和快速反击的能力。那么从美国战略司令部的观点，我们可以总结这么以下几点：一个是美国认识到中国以及俄罗斯核力量的增强是系统性的，这是一个大的趋势。那么我们核力量的增强主要是表现在我们的投掷手段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而不是指的核弹头数量的增加。第二呢，是中国正在发展更加有效的核反击手段，其典型代表也是美国现在特别关注的，是我们新一代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以及正在开发的不同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第三呢，美国的核力量在过去的30年间，总体而言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更新。核弹头它是在不断的研制改进，但是运送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么多年，它没有做大规模的更新。因此呢，从这个角度讲，美国战略司令部未来呢有可能突出2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对它现有的核力量进行升级改造，以适应现代和未来作战的需要。再一个呢，可以说更为重要，那就是开发具备全球打击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那么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分为几种类型，一种呢是不带动力的高超音速弹头，而不带动力的高超音速弹头过去是有，但是不能机动。未来他们还要开发的高超音速弹头是可以在大气层内进行机动飞行的，因此呢比较难以拦截。再有一个就是开发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等新型动力的，能够在大气层内做长时间水平飞行的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那么它的技术要求可以说难度更大。
研发的周期呢也更长。美国首次把高参数导弹现在放在了战略的角度来看待、来打造，这就给中国提了个醒：我们仍然需要在高参数武器系统领域继续前行，继续在某一些方面领先于美国。常规的高参数武器系统具有的快速打击能力，将会在未来影响大国的战略平衡。当然，我们对美国军方的上述的一些猜测一直是不证实也不回应。我们不会参与美俄的核军备竞赛，当然我们也不会参与美俄的核裁军谈判，因为我们现在的核武器数量只是他们一个零头，我们只要干好自己的事儿就成了。对此，美国可能只能干着急，因为核武器虽然威力很大，但是不太可能使用。但是呢，又不能没有这样的装备，因为核武器啊是一个大国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基石。中国有权利发展自己的核力量，而且呢，在技术方面，而不是数量方面，要达到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程度。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